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啊。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分享了该如何在 1.16 版本中利用粘土和沙粒寻找钻石。有很多小伙伴说那个方法在 1.17 中已经无法使用了。不过很快啊，前2天又有一位外网作者 S1 找到了可以在 1.17 中使用的方法，同样是在河流和沼泽中寻找粘土和沙粒，不过定位的距离稍微改了一下。他甚至还找到了可以在2个版本中都使用的青金石定位法。我们先来介绍粘土定位法吧。找到图示的形状，我们今天就以沼泽为例，因为沼泽比较平坦，看得清楚一点。我们先在沼泽中随便找一个图形，然后打开 F3+G 显示区块，然后再随便拿点方块确定一下位置。在这个中心点，我们先放一个方块，它中心的这个位置坐标的话是1125，然后在沼泽中定位钻石的距离已经被改成了在 Z 轴方向上加2，也就是从1125定位到1127的位置，然后我们沿1127竖直往下挖。然后有的小伙伴很离谱，他们说你要在深层中这样子挖的话，顶上的河水怎么办？你抬头拿个方块给它堵上不就行了？我真是想不通了。那我们就这样竖直往下挖，挖到最底下的话就可以找到这个钻石了。概率的话还是挺大的，你看我们现在就找到了很多的钻石。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粘土定位法。在河流或者沼泽中需要定位的距离的这个表格，我会放在屏幕的正中间，大家需要的后面可以看一下。另外2个地方的钻石我们就不展示了。然后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个更厉害的青金石定位法，这个定位成功的概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基本上我们在挖矿的时候遇到了青金石，就说明我们也可以找到钻石了。在 1.16 版本中同样也可以使用，只需要记住一个很简单的点，就是青金石的 Z 轴减4就是钻石。那现在这个青金石的 Z 轴是1240，我们只需要把1240减4，也就是1236，就是这个绿色羊毛的位置，就是1236。然后我们沿着这个1236竖直往下挖，通常情况下是竖直往下挖，竖直往上挖的情况也有。然后你看现在我们只挖了几格就找到钻石了，而且钻石的数量还不少。所以反过来推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钻石来寻找到青金石。OK，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刚挖到的第一个钻石的那个位置，根据这个钻石反推青金石在哪里。好的，那现在我们是回到了这个钻石的地方，因为 Z 轴减4是青金石找钻石嘛，所以我们反过来就是 Z 轴加4就是钻石找青金石。那这个钻石的 Z 轴方向是1228，我们把它加4的话就是1232。不过这个1232的位置因为跨越了一个区块，所以我们要跑到这个区块的对应位置。这些矿石定位法必须在同一个区块里面进行的，在之前那期我们也讲过了。然后我们现在跑到区块的另外一边。好，这边就是区块边界了只要再数2格，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绿色的方块的顶上。我们往上挖应该就可以挖到青金石了，也有可能是往下挖，不过反过来的话应该是往上挖概率比较高一点好的，你们看我们现在只花了2格左右就找到了青金石，这个准确率还是非常高的那有的小伙伴觉得如果是巧合或者是我故意摆的话也没有关系，我接下来开一下矿物的透视给大家展示一下。OK， 那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青金石好，这里就是有一个青金石，然后它是在区块边界的位置是吧？然后我们打开 F3 看一下青金石的坐标，它的坐标是1216，我们要往 Z 轴方向减4，减4的话就是往左边会碰到区块边界了，我们就要跑到它的另外一边去，在这边开始减4，然后减4的话底下这个钻石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下别的地方，这边又有一个青金石，你看这是我随便找的，往左我都不用判断了，你看底下是不是就直接有一个钻石，也是 Z 轴往4的方向。然后这边也有青金石，不过这次的话钻石是在这个青金石的顶上。然后再随便找一个这边有一个单个的青金石，这个单个青金石的底下就有钻石。那总的来说这个概率是真的非常的高反正比那个粘土定位法要高很多，而且方便很多。在 1.16 版本中同样也可以使用，不过移动4格要改成移动3格。OK， 那么今天这个寻找钻石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这个方法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最开始那一位用算法算出钻石定位法的那个大佬，后面这个粘土定位法也是根据那个方法找到的。不过这个青金石定位法真的也很厉害，如果你们想了解的更具体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一期视频。OK， 那么我是小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